几乎所有的主流加密货币都在这波恐慌中刷新了近期的低点。随着主要加密币纷纷跌破重要关口支持，短期内我们整个市场都面临着继续跌向2月6日低点的巨大风险。接下来我们深入探讨 K 线图和背后更深层的宏观逻辑。这是比特币1小时的 K 线图，我画了一个简单的三角形，三角形内部是非常关键的信息，价格在三角形末端选择向下的放量跌破之后，出现了典型的破位反抽，再下杀的这种延续性结构。而且这一次反抽破位，三角形下沿几乎都没有站上去啊，那说明上方的抛压比较主动，下方的接盘是被动，市场的主旋律还是空头的延续趋势。我们再来看结构和价格行为，前面三角形的末端本质上就是多空在进行越走越窄这样一个区间挤压量能，真正方向选择通常是伴随一根实体的 K 线，可以看到这里破位 K 线是一根比较大的长体的大阴线，直接把价格从三角形的下沿进行砸穿。虽然之后呢会有一波快速的拉回啊，但反抽的高度明显受限，只能在下方做一个弱势横盘小反弹，然后再继续出现这种连续阴线的下跌，并且持续下跌到62700，这就是标准的空头趋势，回不到结构内部，反弹高点越来越低，低点持续创新低，所以接下来的判断是下跌还会继续延续。指标层面呢，也在给空头做背书。我们可以看到 MACD 现在明显是处在空头区间快慢线，这个快慢线的话在零轴下方，并且它已经长期运行。现在的话，绿柱已经收敛完，红柱的话已经发散爆发。现在并没有形成强势的金叉带动趋势的反转，更多的是下跌之后的技术性修复。只要价格反抽不过关键压力位 ，MACD 这种修复就很难够再次走出二次放大。RSI 目前也是处在一种偏弱的区域，盘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处在30左右啊，非常低，说明市场的强度仍然是不足的。反抽阶段 RSI 抬不起来，就代表买盘是不敢追的，只能被动回补。我们再看上比特币的日线图，在昨天呢是走出了一根中长实体的放量阴 K， 并且收盘的位置靠近当前的一个低位区域。更关键的是，它并不是一根孤独的，就是独立的阴线，而是发生在均线空头的一个排列。反弹一波比一波弱，这样弱势环境里面，后续进行下跌回踩59800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并且这一根放量阴线相当于是把前面这一段横盘阶段弱势修复的缓冲区给直接砸穿。K 线实体放大，影线相对有限，体现的就是空头推进效率高，跌得很干脆，反抽乏力。站在价格行为的角度来看，这种 K 线就往往意味着趋势延续，并不是见底反转。那为什么我认为回踩59800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呢？核心原因是因为日线盘面出现了放量的中长阴线，把弱势结构表现出来，属于是趋势就确认。K 线均线的话也是呈现了空头排列，压着反弹，决定了反抽大概率是回不去的，只能给二次下杀的蓄力。指标层面的话也是给了空头的信号，进行到空头区间的运行，短线修复不足以去扭转日线的一个趋势，所以呢资金就更容易沿着趋势去测试下方的更强支撑带。那这个支撑带的点位就是59800。整体来讲的话，日线盘面是出现了放量中长阴线，均线空头排列，反弹结构会越来越弱。其实这些点加起来的话，就已经表明市场是比较难出现微型反转的。后续的话会更加符合去运行顺势回踩支撑59800的这个点位。讲完技术面指标，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基本面的信息啊。比特币跌破63000美元，历史数据显示，在形成底部前的话，仍然有下跌的风险。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比特币在特朗普总统关税担忧重新升温的背景下，继续延续走势疲软。分析师也表示就关键的60000美元支撑位，然后正在受到密切的关注。如果被跌破的话，可能会开启向中低50000美元区间的走势。好，历史数据显示比特币可能要到其50周移动平均线跌破100周移动平均线时，然后才会找到持久的底部。这意味着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下探至50000美元或者是更低。在2025年到2026年初，全球面临着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有美国新政府威胁要对全球实施10%到15%的广泛关税，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飙升。按照以前的剧本，比特币的话应该要一飞冲天，但是呢，大类的资产真实成绩单体现了传统实体黄金在25年全年实现了超过62%的惊人涨幅，然后在26年的第一季度迅速突破了5000美元，最高的话触及到5600。白银你去看也是飙升了150%，今年1月份的话最高触及到120美元一盎司，黄金和白银完美的履行了宏观对冲避险保值的职责。
那我们的比特币呢？比特币在25年全年居然获得到负6.3的收益，负收益啊。那在面临关税冲击和地缘恐慌的时候呢，比特币跟黄金的相关性彻底破裂，变成了反向走势。黄金在疯狂吸收避险资金，那比特币呢却遭遇到猛烈的流动性抽离，甚至在25年10月10日关税冲击那一天啊，引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杠杆清算。再说一个现象级的问题啊，如果西方的钱被 AI 吸干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公司都在大力发展 AI，东方的钱，也就是我们中国的钱去哪里了呢？在中国，广义货币 M2 大幅扩张啊，那26年1月份同比增长高达9%，市场上出现了典型的资产荒。但是呢，钱会多到没地方去。按照常理的话，这应该是比特币吸金的大好机会。但是受限于国家对加密货币全球最严厉的监管封堵，这条路的话被彻底切断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官方展现了对实物黄金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偏好，连续14个月增持。到2026年初，储备量已经达到2308吨。在官方的带动下，民间庞大的超额流动性也形成了共振。最近资金疯狂涌入黄金 ETF 和期货市场，东方巨量的资本在国家意志和避险需求的引导下，坚定地流向了实物黄金，彻底抛弃了加密货币。那币圈就这样同时失去了东西方最强大有力的资金引信。就在今天，比特币仍然延续跌势。当在这个环境下，也不是说这个环境，就当这个时段下，你下跌已经再找不到任何原因的时候，那我们大家都说啊，现在可能是考虑到关税上涨啊，或者是等等等。那这些其实问题的话，早就已经存在了。如果在这样紧要关口，你仍然找不出比特币下跌的原因，那就证明熊市就已经在了。那因为在熊市当中，任何加密货币下跌都是毫无征兆、毫无理由的。然后截止到6点40分，24小时内跌幅超4.5%，一度失守63000的重要关口。与此同时，其他的主要虚拟币也在集体杀跌，以太坊跌近5%，然后失守1900美元。然后过去24小时内，整体加密货币市场下跌超2%，然后爆仓人数的话一度超12.7万人。那有不少的分析师会指出啊，就是说比特币呢可能会跌至31000美元。然后本轮熊市的话将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比特币寒冬，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会有漫长的时间是需要等待的。以上就是关于今天比特币的行情分析啊，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此外，针对微信群风口严重，我们在 QQ 开设的新的撸毛群，欢迎各位小伙伴的加入。最近我们在努力推进社区建设，往后将和大家一起撸毛，每天准时推送最新空投项目以及一直坚持下来的币安阿尔法 OKX Bots。今天刷什么标的，什么是最低磨损，欢迎大家的加入。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Bots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